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张爱玲曾介绍过衣服的重要性，她写道，对于不会说话的人，衣服是一种言语，随身带着一种戏剧。一个人连生活都顾不过来的时候，自然会忽视穿衣打扮，向外宣读一种消极懈怠的言语。而一个人生活很美好，穿着打扮就会很讲究，处处体现这一种积极乐观的言语。当人接触的生活品质不同，在衣服上的选择自然就会存在差异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只不过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而已。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命好不好看他的衣服就知道。有人说，穿衣打扮是生活的一种方式，从一个人的打扮情况可以知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或者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不注重打扮的人，生活很大概率碌碌无为或者忙碌不堪。注重打扮的人，生活不是幸福非凡，就是面临这个人生劫难。所以说，尽管影响一个人命运的因素有很多，但从打扮就能看出他对生活的态度。不喜欢打扮是劳碌命。记得同事有次去参加孩子家长会，出办公室的时候特意去洗手间补了一个精致的妆，很是好奇地问了他，今天有什么重要场合吗？他说没有重要场合，就是孩子开家长会。我说怎么想着化妆了？他说曾经去参加孩子家长会，穿戴太随意，素颜去参加，整个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形象，孩子很嫌弃，都不愿意和同学介绍自己。后来跟孩子交流后，他希望自己的妈妈漂漂亮亮地参加他的家长会，他会感觉很有面子。这一句话点醒了他。这么多年，他一心为了孩子，几年都不买衣服，对自己很抠门，老公对他没有以前的感觉。他后来重新打扮起来，孩子和老公都引以自豪。一个人不喜欢打扮，无非两个原因：第一，懒得打扮；第二，没时间打扮。对生活拥有积极向上态度的人，不可能不注重自身形象，所以他懒得打扮，说明他积极性不高，生活比较颓废。这也是当代很多人所面临的情况。海登斯坦曾说，无论如何，一个人应该永远保持有礼和穿着整齐，这是对生活的尊敬，也是对自己的尊敬。当你连自身形象都不顾的时候，生活又怎么会顺心呢？再者，没时间打扮，说明他们的生活很忙碌。但是有些忙碌并不能够创造出该有的价值。塞涅卡说，我们的衣着既不要过于艳丽而俗气，也不可以破烂而肮脏。总有些人以忙碌为由，不注重自身形象，往往这类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大提升，因为他们被局限在自己狭小的世界里，没有大局观。毕竟回头想想，一个人的印象分真的很重要，随性而为是幸福命。有一位网友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分享了自己的生活，今年已经64岁了，又独自度过了一个人的春节。年轻时短暂的婚姻并没有一儿半女，往后余生也只能这样过了。年轻的时候很爱打扮，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，日子也过得潇洒，觉得当个别人口中的浪子还挺酷的。现在老了，反而没有那么在意这些了。除夕夜挑了几件新衣服，自己多做了几个菜，多喝了2杯酒，看着新年春晚，吃着自己包的饺子，想想也没有觉得有多少心酸。自从父母离世后，一个人的生活成了自己生活的日常。初一早上照常出去活动，慢跑之后沿着花园公园散步，上午煮一壶清茶，翻看一般很久以前看过的书《百年孤独》，午饭过后打开电视看一会球赛，还是习惯性的下楼到公园去漫步，似乎并没有目的的去变成了每天运动的必修课，也许只是为了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。
看着那个慢慢滑落的夕阳。晚上朋友老李和他新交的女朋友来访，老李弹琴，自己弹着吉他，老李的新女朋友高歌一曲。新年的第一天似乎过得格外充实和快乐，人生也又打开了新的一年。三毛说，舒适自然的打扮其实才是对个人生命最大的认识和尊敬。生活里大部分人都过得挺幸福的，贵的衣服也有，便宜的衣服也喜欢。他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更知道衣服只要自己穿得舒适就好。他们随性而为，生活自由往往是这种平淡的打扮才是最令人羡慕的。打扮精致是财富命，如果一个人打扮精致，那么他肯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充足的时间。这里所说的精致不是只有多大品牌的衣服，而是指搭配讲究干净整洁等等。能够有开心去打扮自己的人，都是很在意生活品质。郭晶晶参加孩子家长会的打扮又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熟悉郭晶晶的网友都知道，这位嫁给了豪门弟子的世界冠军，平时是有名的打扮朴素，行事低调。不管什么时候看到她，身上穿的都是舒适休闲的普通衣服，跟其他以保养打扮为己任的名媛阔太截然不同。不过这次郭晶晶为了参加孩子的家长会，为了孩子罕见的打扮了一番，难得的展示精致的一面。从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到，郭晶晶穿着大方得体的职业套装，搭配简单，给人干净利落、重视麻利的观感。虽然打扮，但是依旧没有通过穿金戴银来炫耀财富，这个依然让人感觉她对孩子的重视。精致服装的好处仅是为你提供赢得尊敬需要的手段。一个人可以不需要华丽的服装，但绝对要仪态美观，这是一个人从打扮上反映出来的生活态度。奢侈打扮是苦难命，穿着过于考究是智力上有缺陷的表现。人应当好好打扮自己，但绝对不能贪慕虚荣。大学同班的一个姑娘，就是别人眼中的名媛，但她其实是单亲家庭的孩子，家里的生活不算富裕，也不算贫困。她的母亲每个月的工资大约在4000左右，可她却不甘于平凡，一心想让自己变成名媛。她每个月的生活费基本上都买了名牌化妆品。有一次，他为了买一个名牌包包，吃了3个月的泡面。当他拿着包包出现在宿舍的时候，同学和朋友都露出了羡慕的眼光。看着他们眼中的羡慕，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每当班里聚餐的时候，他都会用各种理由拒绝。在他心里，奢侈品永远比吃的重要。即使他因为经常吃泡面得了严重的胃病，他也觉得无所谓。后来他喜欢的东西越来越贵，母亲很难再负担他的开销。为了不让自己奢侈的生活被阻碍，他毫不犹豫地办了信用卡。从此之后，他过了拆东墙补西墙的生活。大4毕业的时候，他才恍然发现自己欠了20多万还不上。当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，站在学校门口对他破口大骂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的同学才知道，原来他们家并非富二代。我站在门口看着这场闹剧，突然想起了一句话：华丽袍子下爬满了跳蚤。生活里很多人都爱奢侈品，但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购买。可想而知，这些华丽的衣服在他们身上就宛如一层糖衣，看上去确实很甜，但咬下去却是苦涩的。他们过于追求奢侈，不仅很容易把自我弄丢，还会让自己身处于无限的苦难之中。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金，就不要去奢望奢侈的衣服，毕竟拥有了华丽的衣服，并不能拥有幸福的人生。所以说，从一个人的穿衣打扮可以看出他对生活的态度，同时也能看出他是什么命。想要改变现状，不如从穿衣打扮做起，
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收藏起来或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哦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精彩内容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